大家好，我是双。那我要来分享一下我最近这9.5天，总共面试了19场的那个面试经验。那我是一名口级者，所以我主要是从口级者的角度去分享说，身为一名口级者要怎么样准备面试会比较好。那首先我会先介绍我一些面试的基本资讯，然后再来是准备面试的一些固定步骤这样子。那再来就是面试的时候，你不管是线上面试还是实体面试，都需要做自我介绍，所以我会很实际的跟你讲，跟你分享说我是怎么样来练习的。然后最后是我的终极心法啊。好，那先来讲一下一些简单的前情提要，就是我目前走的是软体业，然后我要面试的是前端或是后端的软体工程师，然后是只用打 Net 的框架。然后我不是非本系出来的，然后我这次要面试的是我在软体业的第2份工作。我之前大概是传产，也就是所谓的甲方。那这次就是想换个产业啊，然后找资讯服务公司，也就是所谓的乙方。乙方就是专门接 case 的公司啊，这样讲，所以工作模式啊，然后技术的需求等等，都跟甲方非常的不一样。那以下是我这次找工作的考量条件。那由先到后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会很重视公司组织或是团队的文化。再来是说要看就是这一间公司它主要是接哪些领域的 case 啊，然后他们的工作模式是怎么样，然后还有这个公司或是工作的未来发展性大概是怎么样。那最后在 offer 阶段的时候，可能才会谈到薪水。我寻找的途径是透过104，就是那104的话，我是建议说你要把你的履历设定给开放，因为这样子可以让其他公司来主动找你。然后再来是它还多了类似 Messenger 的功能，就是可以传一些文字讯息给你。所以呢，如果有发现有兴趣的或是觉得不适合的，都可以很快速的做回复。那虽然有类似 Messenger 的功能，但是还是会有非常多的公司可能会很主动的打手机给你，所以手机的话要记得开声音或震动。那经过初步的聊天和人资初步的聊聊之后，如果觉得可以再往下聊的话，就多去聊聊看，可以多一个机会。那我先继续讲，就是流程的话，通常是人资会先进行一个初步的面谈，然后人资像以软体业来说，通常会有一些技术背景啊，所以他们会先大概了解一下你过去的技术经历，然后觉得还 OK， 好，那就下一关就是跟乙方，像这是资讯公司的技术主管，或是要跟客户合作的技术主管来面谈，或是同时2个都有可能。那这个时候如果是视讯面试的话，就是会问你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像是你懂不懂叉叉叉，或是叉叉叉跟圈圈圈有什么不一样等等的，他们就叫你口述，所以这也不是你现场查就可以查得到的，他们就是想知道你到底懂多少。然后第3关就是人资，那有些公司会再有一个人资主管，那有些公司不会，所以这个就要看公司。好，那第2个流程就是现场面试。现场面试的话呢，如果是笔试哦，
通常都会先进行笔试，以软体业来说都是笔试或是上机考程式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技术主管会根据你的笔试或是上机考的成绩内容来问你一些逻辑啊，或是你写的内容，或是一些延伸性的问题等等的，然后再来第三关才是人资跟你讲说他们公司的制度啊、福利怎么样，巴拉巴拉巴拉的这样。那如果走现场面试比较麻烦，是通常可能要等到3到7天才知道结果，但是视讯面试就我目前的经验就是，他们的作业速度会比现场面试快非常多，这样子。好，那下一章。好，那我2周时程面试怎么安排呢？那我第1周呢，就是我先让自己慢慢习惯面试，所以我第1周基本上都是排线上面试，然后我第1天只排了1场，因为在刚开始要面试的时候，你一定心理压力非常大，非常的焦虑，非常的会想很多，所以我只排了1场试水温而已。然后第2天我完全没有排，就是让自己休息放松，然后思考一下，就是怎么样，比如说自我介绍可以讲得更好，或是我哪些内容需要去修正这样子。然后第3天我就大胆的去尝试，我就排了3场，就是早上1场，下午2场。然后讲完3场之后，其实你的信心就会大增，因为你们会发现，其实面试的 SOP 就是那样子。然后第4天，12月29号，我只排了1场，因为前1天3场很累所以就是排1场休息，然后再来是2场。那经过了这1周之后，其实你的信心真的会大增很多。你会发现说，就算自我介绍讲的卡卡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如果是一般人，他们自我介绍，他们也会紧张。所以你呢，就是慢慢的把你要讲的给讲完就好了。然后第2周呢，基本上我全部都是排3场，有没有看到排好排满？而且我第2周的第1天1月3号，我那3场全部是实体面试，我跑了3间不一样的公司，非常的累。然后1月7号会有1场，是因为其中有一间实体面试聊得太嗨了，所以还有人资那一关没有聊，所以就临时加开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是我的2周时程的安排。然后本来其实我还有排到第3周，但是因为我在第2周礼拜6的时候，其实我就拿到2个 offer 了。然后那2个 offer 我都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必要再面试了，所以后来我都取消了第3周的面试。好，这个是我这2周的时程安排。然后再来就是准备面试的必经之路。首先就是服装，就算是视讯面试，上半身还是建议穿一个有领子的东西。对，那如果是实体面试的话呢，就是要看产业文化。像以软体业来说，大家都是穿不用太正式的衬衫，就是休闲衬衫加素色长裤。除非你是面试那种很高阶的管理职，不然你如果穿西装，就是会觉得你很奇怪。对，就是很怪这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看你面试的是什么样的产业。然后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是10分钟内的自我介绍，他们并不会在那边帮你计时说你一定只能讲多少分钟，但你自言自语练习很顺的时候，抓7分钟左右就可以，那你就慢慢的讲。那我大概分成这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先讲你的学历。如果你的大学跟硕士班是同样的领域，那你就说你硕士的学历就好。但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科系领域，那就是2个都讲，然后就大概讲一下你过去大概都在干嘛。对，然后那前面2个学历跟过去经历概述其实不用花太多时间，因为最重要的重点在后面，就是你上一份工作的内容，你到底做了，比如说像我以软体业来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专案，你在里面的贡献度是什么，你做了哪些部分等等的，然后你用了什么技术，这个是他们最想要听的，他们想知道你最近的工作是在做什么。还有再来他们想要听到说，那你来找新公司新工作，你希望你可以获得什么，
你考量的首要的条件方向是什么？像我刚刚有提到，我最重视的是公司的文化环境，还有组织的氛围。对，所以这一点我就会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去讲到，然后去加深他们的记忆，这样子。然后再来第3个就是模拟问答的部分。那首先就是你的自己的履历自传要看很熟，因为他们都会从里面发问，所以你一定要熟到是他只要讲到某一个，比如说专案的名称，或是你里面所提到的一个技术名称，那你都可以很明确的讲出来说，哎，你到底做了什么东西，或是你可以讲得更具体。然后模拟问答这个方式，其实是我以前在打工，就是我学生时期，我常常需要面试，然后那时候，或是说我在考大学或是考研究所的时候，我就会做这件事情，就我会自己去准备大概10题到20题左右，去想象说，如果我是面试官的话，那我会问什么？再来就是我会把我的履历或是我的什么做评级给朋友看。然后请朋友当面试官来自由自在的发问，去练习我的临场反应的能力。那这个朋友呢，不能找太熟的朋友，因为找太熟的朋友你会很放松，所以你要找那种有点熟又没有太熟，这样你才会紧张，可是你又不会太紧张，这样子才可以练习到哦。好，所以这个是模拟问答的话，是我觉得很适用于就是学生，或是你有一个很大型的简报会议要报告要上台，你很怕被 QA 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用的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面试官的必考题，就是我虽然说是软体业，但是我19场面试的专案领域其实都非常的不一样。然后这是我统整出来他们就是最常碰到的重复性的问题。那刚刚讲到说准备面试的必经之路，就是面试官的必考题，就是虽然我面试是软体业，但是我这19场的领域，就是做的 case 的领域，其实都不太一样。那其中我 highlight 的2个，我觉得很多人认为最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是最好发挥、最加分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工作中你碰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想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对你来说你觉得困难，还有你的解决方式。有的时候所谓的解决并不是说哎这个困难点就过去了，而是说你怎么样去面对它。他们想要去看到这一段的过程。以程式为例，有时候那个 bug 以我的程度，我就是没有办法去解它。那我会怎么办？我当然不是就把它放着，而是去尝试去寻找有办法去解这个 bug 的人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就是我处理过程的方式。那再来就是他们在最后的最后都会问你说，哎，那样子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吗？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很快速的回答，没有，句号就没有了。哦，你可以问一下，比如说一些工作模式相关的细节，或是问你想要做试探的内容。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我很在意公司跟团队组织的文化，那我就会很直接的问人资或是问技术主管说，请你简单描述一下你们公司跟你们 team 的文化。然后他们都会思考5到10秒钟，然后非常认真的回答我。那这个也是我同时在心里给他们打分数这样子。那如果你真的没有问题，你前面已经聊了非常多没有问题，那你就可以说哦，因为刚刚前面已经聊了非常多工作的内容，所以我这边没有什么需要问的。那你就这样子回答就好，就是千万不要很简短的回答没有、不知道这样，因为这样子就会显得你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刚刚那样的回答下来，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对方都是可以比较接受的。好，那再来就是很重要的是如何练习自我介绍。刚刚讲到说，不管你是
视讯面试还是实体面试 ，SOP 都是嗨，你好，嗨，我是李双，那样子他也会说嗨，我是谁谁谁这样啊，然后之后他就会说好，那李双，请你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就换你开始叭叭叭叭叭开始讲了。不管是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是这样子，所以不管怎样，你都要会自我介绍。那你一开始会卡没有关系，就慢慢讲就好了。那我这边分成2种情境，如果你紧张的程度是到你会脑袋一片空白，完全无法思考，然后会很严重的心悸、全身发抖，没有办法呼吸。对，我以前我不管，我只要是上台报告，或是面试、口试，或是我都是这样的状态，那怎么办呢？那我会建议你写完整的稿，然后还要背稿，你要练到不用思考就知道下一句是什么。你会卡没有错，但是呢，你的反射性会跳出，哎，你知道你下一个字、下一个句子是什么。那你就只要专注的呼吸，想办法把那个声音、那个句子给吐出来就好，你不用思考。你要练到这种程度，让你的演出可以再继续的往下走。那如果你没有那么紧张，是你勉强还可以思考，你还可以呼吸，然后身体也没有到全身发抖，那我觉得你可以尝试这样的方式，就是写大概的稿。等一下我会讲一下什么是完整的稿，什么是大概的稿。那这个大概的稿的方式，就是你每次练习的时候，不用要求自己你要讲到99%的字都一样，就大概讲。那你自己多练几次之后啊，你就会发现你会有一套自己的版本出来。然后比较加分的话，就是你可以用比较口语化的方式，比如说像一般人讲话，其实都会有一些口头禅，对，都会有一些口头禅，比如说所以那个或者什么之类的发语词，所以你不用要求自己要讲到像客服一样这么的完美，其实没有必要。或是一般人说话，其实都会有一些顿点，他会思考一下，会有快有慢，或者去搭配一些表情手势，这些都可以让对方就是不要太 focus 在你的口级上面。好，那什么是完整的稿？什么是大概的稿呢？所谓的完整的稿，就是一字不漏的讲稿，把你要讲的每一个字都写出来，包含所谓的赘词，比如说那个、这个，连这个都要写出来。你怎么讲，那你就怎么写，把它写出来，要白话文，不要像在写作文一样。然后你在练习的时候就可以去避开一些你认为很难发音或是会卡住的字或词。那大概的稿是什么呢？就是用关键字的方式去联想，像比如说我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啊，我不知道这边有多少人有听过我之前先贴的我第14场面试自我介绍的录音。那我讲的逻辑大概是先讲学历，然后因为我过去跨了非常多的领域，所以我会大概讲一下我过去跨了这么多的领域都是在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会把重点摆在上一份工作的专案贡献。哎，我上一份工作我到底做了什么专案，我做了什么部分，还有以及我接下来找新工作的方向是什么。这个就是关键字联想，它会让你的这一份讲述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架构顺序出来。那这个是我第一次尝试用这个大概的稿的方式去做自我介绍。其实我以前都是用完整的稿的方式去讲。但是呢，我后来觉得，因为是视讯面试的关系，然后我过去有做过线上家教，所以面对镜头反而我是比较不会紧张，比较放。反而是实体面试我会非常的紧张，所以因为我刚刚说最近都是99%都是视讯面试，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我可以试试看用这样子关键字联想的方式，然后也可以是面试官的情况去做一些弹性的
的调整。那如果你没有把握或是你很紧张的话，你可以先从写完整的稿开始练习。那这个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是我之前分享，我总共面试了19场嘛，这个是我第14场的，就是自我介绍的录音。那还没有听过的人之后可以听听看，这个不是预先录好的，是我真的在那个时候，是我是真的在那个面试的时候的录音这样子。好，那最后这个是我的终极心法，这也是我这次19场下来的一个总心得，就是你要保持平常心，因为台湾的中小企业其实非常多，我认为工作机会是多的，所以你在面试的时候并不用抱持着我就是要这一家，我就是要这一份工作不可，这样会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公司在选你的同时，也是你在选公司嘛。每一个人都是在寻找一个自己喜欢、适合的环境。其实我们求职者跟那个公司那一方，我认为双方其实是对等的，大家都在互相打分数。所以你抱持了这样的想法，就可以保持平常心，就可以把紧张程度下降一点。好，那最后我想分享一首歌，然后我就不放出来了。就是那这首歌呢是叫做《天空没有极限》。那然后这首 MV 是女主角呢，她就是因为车祸所以脚断了，然后她一开始很消沉，因为她完全没有办法走路。但是男主角让她有了生活的新目标，所以她开始复健，然后装义肢，然后到可以走路，然后到勇敢的用自己最真实的样貌去见男主角这样子。那如果把断脚这件事情把它比喻为口疾的话，它里面有一句歌词，虽然不是副歌，但是我还蛮喜欢。他提到说，当一切违愿，谁不曾埋怨？进退都在一念间。我们从来没有人自愿想要口疾，没有。可是它就是发生了。那我们心里都会很埋怨说，为什么是我会口疾？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他们都不会？可是我们也只能去接受，然后去面对，然后想办法和他一起相处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往前进，还是停在原地抱怨，甚至于去逃避它，其实都在你的一念之间。像以我自己为例的话，其实我在18岁以前，我都希望我自己是一个哑巴，我希望我不会说话就好了，所以我呢不说话都不说话。但是我升大学那个时候，我必须要靠自己赚钱。我发现这个社会就是要说话，因为我没有身心障碍手册，我没有理由可以不说话，我就是需要说话。所以我被逼着开始练习，开始从头学习怎么样去说话。那个时候我连发出声音都很困难，我常常跟超商店员报个手机号码，我的声音都会没有办法出来。所以我也是经过了很多的练习。那你们现在听到我很流畅，对不对？是因为我最近经历了这么多的面试，然后我一天讲话至少讲8小时，所以我才会这么流畅。但是如果我没有一天讲话8小时，我的说话程度会下降。口疾对我来说，它就是像一个浪一样，它就是起起伏伏的，时好时坏。所以我就是平常心去看待，就是有时候好就好，有时候坏就坏，没有关系。那我就用比较卡的方式去表达就好了，或是多和我男友聊聊天，多练习说话等等的。但我不会因此而太忧郁，或是太埋怨自己说，你怎么连这个话都说不好？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起起伏伏的，就像你的身体一部分一样，你身体状态总是有好，总是有不好的时候嘛，对不对？
所以呢，那我认为最后就是你每天多努力、多尝试一点，不管是心理上的进步还是生理上的进步，最后你回头会发现，其实你已经走了很远。所以要进要退，就是看你怎么想。好，那这个是我今天的分享哦。那我最后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针对我这次关于面试的分享内容想要提问的？那有的人的话，先在我的这个先在文字框说，哎，你想要发言，那然后我说 OK 之后再来开麦，这样的话，我觉得比较有系统啦，不然我怕大家同时都开麦会那个乱掉。好，有一个龚荣想发言，好，请发言。你好，谢谢你啊，李双，谢谢你的分享，然后谢谢你给我们介绍了这些关于你这么多场面试的经历，然后感觉你最后的个人经历也非常的鼓动人。我就是有几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面试，特别是在一开始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你会公公开你自己是一个口技吗？然后说，如果你做这种自我揭露的话，那么面试你的人会怎么样的反应？他们一般是比较正面的反应，还是负面的？还是说他们就是无所谓？对，嗯好，那我想回答一下，其实我完全没有做自我揭露这件事情。我不做自我揭露，并不代表说我我不想承认我口疾，或者是我想隐瞒，而是我希望对方用一个对等的角度来看我，所以我完全没有做自我揭露。然后就算我卡了，或是我慢慢的讲，对方也没有问我说你说话是不是会口疾，从来没有人这样子问我，从来没有。他们就是静静的听，慢慢的听，因为他们也想知道你在说什么。当你很认真的说话，去尝试、去努力表达出你想说的，我认为对方会很专注的在你的内容。如果今天这个人，他只在意你的说话是否流畅的，像一个客服一样。除非你面试的是一个客服啦，不然我觉得一般人其实他们不太知道。然后我曾经有就是我跟一个主管聊了2、3个小时之后，我就问他说：“哎，其实我说话从小就会口疾，然后那你现在听我讲话很顺，是因为我面试讲的非常多话。但是如果我比如说在公司我要上台报告，我要面对客户的时候，我说话会口急。那你觉得这个会影响到工作吗？那这个主管就说，他们公司也有同仁说话会口急，但是他说这个不影响到工作。然后他说，如果真的需要对客户去报告，那样子他可以请其他同事去报告。那他认为以我的说话的方式对内沟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对内沟通他们并不会去要求你要说的多流畅，只要让对方可以听懂，不管是用文字、是用 email 还是怎么样去辅助去表达都可以。所以我完全没有做自我揭露这个部分，我认为也不需要。因为你会口疾的人，其实你不需要自我揭露，他们都知道你会。但我也是有碰过有些人是，他们就很惊讶说：“你有哦，我只是觉得你说话比较慢呐、对啊，所以我觉得根本不需要做，对，事实上不需要做。好，好的，这样子谢谢。有回答到吗？谢谢你的回答，我觉得你讲的就是说可能是你的体验，然后你自己，然后跟面试官交流，他们可能也不是很注重你的，就是说是不是说话很流利这个方面。就是我可能自己的这种体验，在面试或者跟别人在这种视嗯频上交流的时候，
自我揭露的话，对我是挺有帮助的。就是可能跟我交流的人，他并不在乎我说话的流利的程度吧。但是我要一开始就是自我揭露之后，对我自己是一个放松。对，我觉得如果自我揭露有帮助，其实也是可以。我曾经在面试，就是那个时候我硕士，就是我在考硕士，然后口试的时候，我一个人要同时面对5个老师，就是5个面试官，所以我那个时候非常的紧张。然后那时候我就在一开始就讲说，哎，我说话会口疾。所以我说话会比较慢。那因为这种像考大学或者是考硕士这种面试，他们都是有计时的，他们有时间的压力，所以我就有在一开始做自我揭露。但是事实上，我的口疾程度事实上比你们所想的还要严重非常多。真的，其实我的口疾程度真的，我状况不好的时候是跟现在的差异非常大。所以我那时候就算做自我揭露，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只是让我从心悸的指数从超级心悸变成很心悸，但还是会非常不舒服，就是一个身体心理都不舒服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选你想要，就是你觉得可以的方法。对，表现出不友善吗？我觉得顶多啦，他会觉得不耐烦，或是直接跟你讲他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那我会怎么面对呢？我就是直接尽我所能的，就是再重复一次我的话。但如果他还是听不懂，然后这件事情又不是很重要，那我觉得就算了，就我不会放在心上。但我其实没有碰过什么不太友善的人。如果他们我的经验是，如果他们发现你有话想说，但是说不出口，那一般人的反应是会去猜测，就说，哎，你是不是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怎样，还是你的意思是说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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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一般人其实会去猜。对，所以我就是让他们猜。如果我真的那个时候我就是不方便说出来，那我就会让他们猜测，就是用对方的方式去完成这一场沟通。只要有达到目的，我觉得都可以试试看。好，这个是 Joyce 的问题。每天大家练习说话，一直保持说话通顺的感觉呢？好，我觉得其实我现在没有每天刻意练习说话。自从我面试结束之后，我没有每天刻意练习说话。我觉得跟心情比较有关系，可能因为我现在很开心，我每天都很嗨，很开心，然后很有自信心。对，就是很期待下个月上班，虽然我心里很害怕，对，就是那个新环境，但因为很嗨。那有没有练习方式推荐呢？我觉得可以，就是用比较口语化的方式去读比较白话的文章。比如说你不要找那种很文绉绉的文章，因为你一般说话你根本不会用那种文绉绉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找那种人家那种逐字稿，或是你学那个 YouTuber 他们的字幕说话，就是学他们的口气，或是去抓他们那个说话的发声的位置，你懂吗？像有时候我们会卡住，是因为说话发声位置可能有时候太低，或是太高，或是怎么样。对，所以你可以去模仿看看，说，哎，他们的发声方式是什么？他们的抑扬顿挫是怎么样？你可以多去参考，多去听听看。对，像我最近在学英文，然后我希望自己听得懂英文。我每天就是通勤的时候，我会放一些 podcast 的英文，我也没有特别去听，就是在那边 murmur。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听中文，我也没有特别听，可是就让他那边 murmur。那我发现说，哎，对于我说话的方式，去抓到人家说话的 tempo 或是语感，好像有帮助。对，DAF 我不知道是什么，哎，
但是用节拍器 APP 练习稳定语速呢，我没有用节拍器练过。但是我以前语言治疗的时候，就是我以前说话程度还没有这么稳定的时候，我会比如说忽快忽慢，我前面2个字很快，然后我后面3个字可能又很慢。那个时候我用那个腹式呼吸发声，腹式就是那个叫什么腹式发声嘛，腹式呼吸的方式，你要用你的丹田去讲话，然后去保持每一个字的那个 tempo 都一样，然后去换气，这样子练习是可以有用的。对，所以初期的话是可以这样练习，但是我觉得这只是生理上的练习，最主要还是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就是你生理上练得再顺，但是你一看到人，你会紧张，你会自卑，你会害怕，你会焦虑，那该卡的还是会卡，所以卡了怎么办？那你就让它卡。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还是心理上的部分，你要去克服你对你自己的自卑、否定，你要对你自己有自信，然后真的去接受它。这个是我就是奋战了这么多年，对，那一报告就卡了，没有关系嘛，那你就想嘛，我只要讲个60%就好啦。我准备好100%的东西嘛，但是让报告可以继续下去，其实你不用讲到100%呀，有时候你讲个60%，其实大概有讲到就好啦，对不对？就有时候我们不用一下子给自己那么高的标准，像我也还是会卡牙，那我就是我的简报，我尽量我能做的都做到，我做到人家就算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他们看报告还是看得出来我想要说什么，所以我报告可能说的是一个逻辑，是一个重点，是一个思路，你懂吗？就有时候你报告都做好了，你也不需要照着念啊，对不对？是吧？哎，所以这样子有回答到吗？那还有人想要问问题吗？我这边可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可能把机会好，留给其他的听众。然后我还想问你，就是因为我本职也是关于做软件的，所以我在面试的时候感觉他们可能对于这种口吃或者交流上的这种不是特别关注，就是说，对对对。如果如果咱们可以把技术，就是说这种面试给他做好之后，把技术题都给他打出来之后，他们可能更关注一些就是咱们在技术方面的事情。就是这个是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我不知道你在面过这么多场之后，你的这种体验是什么样的？就是说他们是更在意你的技术方面呢，还是说同样也非常注重你的这种讲话的这种逻辑啊，或者说讲话的这种流利的程度呢？对。老实说，我觉得你说话以一个软体工程师的标准已经够了，就是只要你可以把你想表达的话清楚的说出来。我说的清楚的，并不是说你要像客服一样很流利，而是有逻辑、有思路、有内容，其实就够了。然后再来是我的提到，我在软体业其实是个菜鸟。就是我只做过一份的正职工作而已，就是在软体业来说，所以我的履历上也非常的清楚，他们也都知道，所以我就是诚实的把我知道的东西展现出来，然后他们问我一些技术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也是尽我所能的去回答，去表达我的想法等等的。所以我认为以一个软体工程师来说，我觉得你的说话清晰度够了，真的，我觉得你可以对自己更有信心，真的。好的，谢谢你的回答，也谢谢你的鼓励。
好，那 Rick 有想要说话，Rick 请说。对，谢谢你说你的精彩的那个演讲，今天有很多人来参加，所以他们一定是很希望有这个工作面试的这个那个建议。谢谢。我的问题是所以你面试20次，然后你说你有很多 offer，所以你是有多少 offer？然后他们有些公司他们不跟你 offer，所以他们有没有告诉你原因？然后你有没有觉得说下次找工作的时候，希望是几年以后，你下次你这次从这次经验，你觉得你有什么教训？下次可以再这个进步一下，谢谢。老实说，我目前就是拿到2个 offer，但是其实我刚刚讲嘛，我的面试时程，然后我再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面试时程哦。其实我排的非常的紧，有没有发现？那一般公司最快也要3到7天跑个流程，然后发 offer 下来给你。可是我排的这么紧啊。然后我第2周我又面了这么多家，其实我如果要等到全部的流程跑完，其实我要等到第3周，但是我不想等那么晚。我在1月7号的时候就确定了2个 offer 了，那2个 offer 都是我非常有兴趣的，所以呢，我就没有等其他家了。那我也有收过，就是拒绝的。那拒绝很简单，因为软体业就是靠技术说话的行业。那拒绝的部分可能是，比如说我的线上测验写得很烂啊，因为我过去就不是做那一块的啊，我根本就没有用那一块啊，所以我当然烂啊。因为软体的东西太多了，然后要学的太多，你永远学不完。所以这一块，我就是抱持一个随缘的态度。因为很多东西，不管哪个行业，都是你进去的那一份工作，你才那个开始学的嘛。对啊，所以我认为说，就是这个不是我说话的问题，这个是跟你的技术能力有关。对，就只是你的实力或者是你可能还没有到他们想要的那一种程度，或者是你熟悉的框架技术不是他们想要的，就只是双方的状态不适合。那我当然技术还是要持续的进步嘛，所以我才选择了资讯服务类型的公司这样。所以我觉得收到拒绝的也不用太难过，因为有的时候就真的只是彼此不适合，就这样子啊。对，好，这样子 Rick 可以吗？还有什么想问的吗？Rick，呼叫 Rick。恭喜呀，恭喜呀！恭喜呀！对，这就是问题。我希望别人还有问题呀。这个，我下个月就要开始上班了，所以我可能会消失一阵子，因为会很累。对。我想就是说，我想工人刚才他的问题，他说就是一开始自我避弱，是我这个那个告诉面试官，你告诉面试官，你有口疾，可能因为很多人，他们以为口疾是因为你紧张，然后他们觉得你太紧张，然后还是你觉得就是说卡到他们不了解，所以一开始跟他说就是说告诉面试官你有口疾，然后不要让他们以为你是紧张这样子，但是动力吧。但是老实说，就我的经验，就是就我以前自我揭露的经验，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口疾，他们就算知道什么是口疾，他们以为口疾就是你紧张的时候会口疾，就算你说你有口疾，他们还是会以为你是因为紧张所以口疾，他们没有办法理解那是一个
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其实很多人都是对这个东西缺乏尝试的，是真的。所以我后来其实我都很懒得自我揭露，除非是有时间压力，或是真的有必要，我才会做自我揭露。但是我后来其实都没有再做了，因为我认真觉得以台湾来说，真的没有多少人知道口疾这个东西，它对像我们这一种人来说，它是一个会严重影响生活的情况。但如果对于你们来说，你们觉得自我揭露之后可以比较放松，那就自我揭露。但我只是想提醒你们说，就是不用给别人太高的期望，你懂吗？不用懂全世界的人都懂你啊，反正你就用你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去做就好了。对，了解了解，可以跟部门同事说，这个我也有经验。其实我完全没有跟部门同事说，但是我在对内的那个小组报告啊，就是部门的 team 嘛，因为软体业常常都要互相就是技术交流啦、简报，或是从日常的沟通，因为我们都是team worker 嘛。对不对？就算小组也是要开会什么，其实平常说话其实就已经很明显了。所以我从来没有主动讲过我有口疾，提到口疾这个词，但是全世界都知道。然后他们也从来都没有说什么，他们就是听我慢慢说，或是我真的说的有些不是那么清楚，他们会用他们的话再说一次，然后问我说，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还是会找到方式跟你沟通，就是那也就是回到我刚刚说的，如果自我揭露可以让你觉得比较放松的跟人家相处，那你就去做啊，就这样。我只是想要补充，可以美好呈现。好，来那个 Bo 说想要发言。好，我们剩下2分钟50秒的会议时间，等一下就要再重新开。那先请 Bo 可以发言嘛？来。好，今天很感谢李双的分享。对，因为我也是从事那个资讯行业，所以听了真的很有感觉啊。因为之前也有想要面试换工作这样，那时候也是就是做了蛮多的准备，然后也觉得李双这样2周嘛，面试19场真的很厉害。因为那时候就有爬文，就看一些网络上的分享，也都是可能几个礼拜，然后面试10几场这样，就觉得很佩服吧。对，但我后来是没有面试那么多场，面试个1、2场而已这样。对，然后我脱离现在资讯业也有剩一段时间啊，所以也蛮好奇说现在的那个资讯业的行情大概是怎么样子这样。如果就乙方来说的话，要看你是做硬体还是做软体，然后因为我是写软体的，然后也要看你的年资啊。我是写软体的，我刚刚想搭 Net 嘛，我是写网站的。对。然后也要看你的年资啦，因为我是个菜鸟啦，所以大概就开个60，年薪大概开个如果以我这种菜鸟来说，大概50到70吧，就是极限了吧。就是以我这种菜鸟，这是我的第2份工作而已。对，我的年资没有很长所以你说要看行情，可以去爬那个104这样。好，那我们不到一分钟，我们等一下再开新的会议。等一下再开新的会议，先关掉。